一声惊雷。中国官方在2月5日的一场重要会议上，突然提出做强国内大循环，让整个经济圈炸开了锅。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，这次表态中完全没有提及此前反复强调的国内国际双循环。这个微妙的措辞变化，被华尔街投行们解读为中国已经在为与西方全面脱钩做准备了。花旗银行最新分析报告指中国制造业 PMI 就业指数已跌至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点，创下近5年新低。而服务业 PMI 更是连续2个月位于收缩区间，1月份中国制造业 PMI 仅为 50.1， 比上月下滑 0.4个百分点。服务业 PMI 更是大幅回落 1.2个百分点至 51.0， 这2个数字都创下了2024年10月以来的新低。而更让人揪心的是， PMI 中的就业指数已经连续第5个月萎缩，跌至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。有意思的是，就在1个月前，中国官方还在大谈特谈经济企稳向好，现在倒好，一句做强国内大循环就把所有遮羞布都扯下来了。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最新研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正面临着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危机，预计2025年第1季度将有超过60万家中小企业面临破产清算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。根据国际机构的最新数据，2024年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仅为 55.5%， 这意味着接近一半的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。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12月份16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高达 15.7%， 这个数字背后隐藏着多少家庭的辛酸，简直不敢想象。多位华尔街分析师认为，中国经济目前正陷入一个危险的恶性循环，就业不振导致消费低迷，消费低迷又进一步打击企业信心，企业收缩导致更多裁员，更多裁员又进一步打压消费，如此往复循环，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。更讽刺的是，就在中国高喊做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，中欧贸易战的阴云也正在集结。布鲁塞尔的一位资深欧盟官员向媒体透露，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一份针对中国产品的全面限制清单，预计将涉及电动汽车、光伏设备、医疗器械等关键领域。中国现在面临的困境，很大程度上是其多年来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的必然结果。现在美欧都开始设置贸易壁垒，中国想转向内循环，但问题是，没有了外循环的输血，内循环能成功吗？不只是外贸战，内循环更可怕。专家2025或成最糟糕一年，这3大行业已经开始崩盘。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内循环的真实情况。彭博社的最新调查显示，2025年1月份，中国内地1线城市的商业地产空置率已经飙升至 35.7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2、3线城市的情况更加糟糕，平均空置率超过 50%， 这意味着每2间商铺就有1间关门歇业。房地产行业的崩塌还在持续发酵。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，目前中国至少有25家大型房企陷入严重债务危机，其中15家已经开始与债权人谈判重组。更让市场担忧的是，这些房企的总负债规模高达 2.8 万亿人民币，一旦出现连锁反应，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面临崩溃风险。再来看消费市场，根据国际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调查报告，2024年第4季度，中国居民消费信心指数跌至 89.3， 较上季度下跌 7.8个百分点，创下2020年以来新低。报告指出，超过 65% 的受访者表示会减少非必需品消费， 43% 的人计划降低外出就餐频率。
最要命的是制造业。据高盛的最新分析，中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已跌至 63%， 比2019年下降了整整15个百分点。这意味着将近 40% 的产能处于闲置状态，大量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。投行预计，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，未来半年内可能有多达 30% 的中小制造企业面临倒闭风险。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是，资本正在加速撤离中国。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年，外资从中国股市和债市净流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2890亿美元。而2025年开年第一个月，这个数字就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85亿美元。更让北京头疼的是，产业链加速转移的趋势已经无法逆转。根据日经亚洲评论的最新调查，去年有超过750家日企宣布将产能转移到越南、印度等国家。而今年开年以来，又有超过200家外资企业表示正在评估从中国撤离的可能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种产业出逃已经从低端制造业蔓延到高科技领域。亦不愿具名的大型科技企业高管透露，现在不只是玩具、服装这些传统制造业在撤离，就连芯片、新能源、生物医药等高科技产业也在悄悄地转移产能。大家都在为最坏的情况做准备。金融市场的反应更加直接。今年以来，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上升了近50个基点，反映出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加深。与此同时，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承压，已经跌破 7.2 关口，创下2020年以来新低。摩根大通的一份内部报告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不仅仅是周期性调整，而是结构性衰退的风险。如果不能及时扭转当前的颓势，2025年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。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撕下。专家警告，失业潮、倒闭潮、通缩风暴3重打击，中国经济或面临30年来最大考验。这一切还远未结束，让我们来关注一个更令人担忧的信号：通缩魔咒正在全面降临。最新数据显示，2025年1月，中国 CPI 同比下降 0.8%， 这已经是连续第4个月负增长，而 PPI 更是暴跌 2.5%， 创下近3年新低。通俗点说，老百姓不愿意花钱，企业不敢涨价，经济陷入了典型的通缩死亡螺旋。野村证券的最新研报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中国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通缩压力。从需求端看，居民消费意愿持续走低；从供给端看，企业产能严重过剩。这种供需两端的双重挤压，很可能演变成一场持续数年的通缩危机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中国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正在快速攀升。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师透露，目前真实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已经超过 8%， 这意味着全国银行系统中有高达15万亿人民币的贷款面临违约风险。与此同时，地方债务危机也在持续发酵。穆迪的最新统计显示，中国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规模已突破90万亿元，相当于 GDP 的 75%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今年将有超过12万亿元的地方债到期，而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已经严重透支，内需不振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。根据民间智库的调查，2024年第4季度，全国重点监测的2000家商场，客流量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 45%， 销售额更是暴跌 52%。这意味着，即便是在疫情后的报复性消费期，内需也没能真正恢复。失业问题同样令人揪心。除了官方公布的 15.7% 的青年失业率外，多家国际机构估算，如果将隐性失业人口计算在内，
中国目前实际的城镇失业率可能已经超过12%，这意味着全国至少有7000万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。更致命的是，经济困境已经开始影响社会稳定。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2024年全年，中国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同比增长85%，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最高。而2025年开年以来，这种情况不仅没有好转，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一位国际评级机构的资深分析师评论说，中国经济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，外部有贸易战压力，内部有通缩威胁，产业转型遭遇瓶颈，债务风险居高不下。如果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中国经济的至暗时刻，那么2025年可能会成为新的至暗时刻。这一切似乎都在印证一个可怕的预言：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期。但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一次不仅是经济增速的放缓，而是整个经济发展模式都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。正如一位国际智库专家所说，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在于危机有多深，而在于这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多久。目前看来，至少在未来3至5年内，中国经济都将在这个泥潭中挣扎。而这个时间，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，实在是太漫长了。最后，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结束这篇分析。2024年，中国经济增速创下30年新低，资本外流创历史纪录，青年失业率突破15%，CPI 连续4个月为负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一个正在经历阵痛的经济体。而2025年可能会让这些数字变得更加触目惊心。毫无疑问，中国经济正站在十字路口，但遗憾的是，目前还看不到任何转机的迹象。相反，各项数据都在警示最困难的时刻可能还在后面。